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叫刘大海，一直在城里工作。老伴前几年去世，退休后我在家里带孙子。孙子长得很乖巧，嘴巴也甜，一口一个爷爷的叫，我听了特别开心。然而，随着孙子渐渐长大，我心里开始担忧起来。倒不是孙子健康出了什么问题，而是他既不像我儿子，也不像儿媳，倒是像我一个朋友。有一天，我终于忍不住把儿子叫来：“儿啊，你看盼盼的长相，不像你，也不像秀芳。”不等我说完，儿子很生气地瞪了我一眼：“爸，你在说啥呢？我和秀芳是大学同学，我们俩感情一直很好。你看你年纪也不小了。就安心养老吧，别整天胡思乱想。儿，爹也是为你好。我们刘家已经3代单传，可不能出啥乱子。有啥乱子？爹，我看你是老糊涂。”儿媳秀芳听我们俩父子吵得很凶，连忙跑过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儿子没有隐瞒，直接说出了实话：爹可能是糊涂了，竟然怀疑盼盼不是他的孙子。秀芳听了，脸色惊变，她也急了眼，对我说道：“爹，你怎么能这样怀疑我？我和大军相识相恋3年，当初追我的人可不少，可我都拒绝了，就看中了大军。”儿媳还没说完，就呜呜痛哭起来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出屋子。看得出来，她伤心透了。因为这件事，我和儿子儿媳的关系疏远了。不久后，儿媳说她工作上的事情太多，忙不过了，她辞职了，回家带孩子。我听了，微微叹息一声，这都怪我多疑，不该怀疑儿媳。很快，孙子被儿媳接走了，屋子里冷清清的，我倍感孤独。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我真恨不得甩自己几个巴掌。1个月后，儿子儿媳的气消了，他们带孙子来看我，我心里很开心。忙活了1个上午，做了一大桌菜。吃饭时，我很诚恳给儿子和儿媳道歉，希望他们能把孙子留下来。然而，儿子和儿媳都摇摇头，说不想麻烦我。我听了无比失落。不久后，孙子要上学前班得体检，儿媳因为身体不适，叫我过去帮忙。我得到消息后很开心，连忙赶了过去。检查完后，在我强烈恳求下，儿媳终于同意让我照看孙子。那一刻，我高兴得像个孩子。不久后，检查结果出来了。当我看到孙子的血型是 AB 型时，顿时感觉到了不对劲。我虽然上了年纪，可记忆力不错。我听儿子提起过，儿媳是 A 型血。儿子的血型我不清楚，但我是 O 型血，老伴是 A 型血，儿子要么是 A 型血，要么是 O 型血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怎样，孙子都不可能是 B 型血。念此，我脑袋一轰，心头闪过一股强烈的不安。我这个人宗族血缘观念比较强，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后，我连忙给正在上班的儿子打电话。儿子听到我这么一分析后，他沉默了良久，儿子才回了一句：“老爸，等我回去再说，这件事你不要告诉秀芳。”到了中午，儿子急匆匆赶了回来，我把孙子的体检报告拿给他看。儿子看了后，神色顿时凝重起来：“儿啊，要证实此事也简单，你带着盼盼去做个亲子鉴定就知道了。正好那里有我的熟人，按辈分你叫他王叔。”儿子当时没有表态，我性子急，当着儿子的面给我同学小王打了电话。小王说他今天正好值班，我们可以过来。最终，儿子经不住我的劝，带着孙子去了亲子鉴定中心。做完鉴定后，小王说5个工作日来拿结果。回去的路上，儿子沉默不语，看得出来他心绪复杂。我没有打扰他，等待的过程很煎熬。
我也很想知道结果。我和儿子约定，此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5天后，儿子迫不及待地去拿鉴定结果。我对他说，一有结果就打电话告诉我。很快，儿子电话打来了电话。接电话时，我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别的原因，手忍不住在颤抖。当儿子说出鉴定结果后，我顿时崩溃了，久久没有缓过神来。电话里，儿子告诉我，他和盼盼的 DNA 相似度几乎完全吻合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是父子关系不假。这是一家权威鉴定机构，鉴定结果不用怀疑。接下来，儿子的话让我脑袋轰鸣，差点让我崩溃。爹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你确定你是 O 型血？如果你是 O 型血，那我怎么可能是 B 型血？儿啊，你先回来再说吧。我的声音不受控制的颤抖，因为我很清楚记得妻子是 A 型血，我是 O 型血，儿子怎么可能是 B 型血？现在情况很明朗了，孙子是亲生的不假，儿子可能不是我亲生的，难怪儿子出生时长得一点和我不像。按照时间来推算，儿子还早出生了1个月。念此，我已经明白了7、8分，肯定是妻子当年背叛了我。80年代，我高中毕业后下乡做了知青，那年我见到妻子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上了她。妻子也是知青，她在村里一所小学教书。一开始，妻子并不喜欢我，说她已经有了喜欢的人。我问那个人是谁，他没有说话。无奈，我只得暗中打听。经过一番打听后，我发现那人竟然是李书阳。李书阳我认识，当地人，初中没毕业就在家帮忙干农活。他长得高大帅气，人憨厚老实，妻子就寄居在他们家。得知情况后，我醋意大增。虽然我相貌不如李书阳，可我的身份和妻子很般配，我们俩家境都不错，都是知识青年，以后肯定会回城里。不久后，我找到妻子，当面和她说出了心中想法。然而，她很固执，说对我没感觉，感情的事强求不来。正好李书阳来了，妻子一脸笑意跑了过去，把我冷落了。看着他们俩一副浓情惬意模样，我气得差点吐血。回到住所，我努力平复心绪，得想个办法才行。一番冷静思考后，我决定给父亲打个电话。在我心目中，父亲人脉资源很广，还没有他办不成的事。在电话里，父亲语气沉重地问我，是不是真心喜欢那个姑娘？我一脸保证，此生非她不娶。父亲听了后，沉默了一会，让我提供那姑娘的姓名等信息，我都详细告知了。父亲说等他消息。半个月后，父亲打来电话，说事情搞定的差不多了，他已经和姑娘的父亲通了话，相信姑娘会同意和我在一起的。当时我高兴得说不出来。几天后，我看到李书阳耷拉着脑袋朝我走来，突然他情绪失控，声嘶力竭冲我咆哮：“刘大海，你快说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让楚月妻子变了心？他执意要跟我分手。”我听了一愣，缓过神后心里很开心，想不到父亲还真的把事情办妥了。于是我一脸淡然道：“李书阳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感情的事强求不得，我们得尊重楚月的选择。”你……李书阳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他身材魁梧力气大，我担心自己会吃亏，连忙走开了。第二天，我找到楚月，楚月面色淡然，说愿意和我成亲。他提了一个要求，叫我别去刺激李书阳。我很开心，答应了他的要求。1个月后，我和楚月同时被调回了城里。离开小村，我悬着的心才算彻底放下来。只要出了小村，我就不用担心楚月会反悔。回到城里，我迫不及待
去了楚月家提亲。提亲很顺利，很快我们就办了婚礼。看得出来，楚月嫁给我心不甘情不愿，脸上写满了无奈。婚后，我发誓要让楚月喜欢上我，为此，我对妻子很疼爱，处处替她着想。婚后，我们俩很少吵架，两人即使有矛盾，我也会让着他。渐渐的，妻子被我感动了，她紧紧握着我的手，说：“今后我们开始新的生活。”最近几年，妻子身体不好，我带着她四处求医，然而妻子还是离开了我。临终前，妻子神情很激动，像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，只是她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闭上了双眼。妻子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，那段时间我很消极，什么事都不想做。后来考虑儿子才刚刚成家，需要我出力帮忙，我才重新振作起来。想不到我深爱的妻子竟然会背叛我，这是我无法接受的。蓦然间，我整个人苍老了许多，连走路都没有力气。儿子可能意识到了这点，担心我会想不开，急匆匆地赶了回来。他一开口就说道：“爸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再做一次鉴定？说不定他们搞错了。”我摇摇头，说我想冷静一下。儿子担心我，他不肯离开，说要陪陪我。我笑了笑，说没事，就算你母亲当年糊涂做了错事，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怪她。我还叮嘱儿子，这件事不要告诉儿媳。儿子点头答应了。儿子一走，我抑制不住，不禁痛哭流泪，也不知道哭了多久，我才好受些。回到卧房，我看到了妻子的照片后，心情复杂。晚上我睡不着，我起床在书房里翻找，准备找一本书来看看。找书时，我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本日记本，那是妻子的日记。日记本有些年头，开始泛黄。我心生好奇，打开看看。日记里记录的是知青生活。当看到最后一页时，我猛然一惊。妻子在日记中写道：当年她迫于家庭压力和我结婚时，发现自己有了身孕。莫非她肚里的孩子是李书阳的？难怪儿子看起来很像李书阳，看来此事是真的。想到李书阳，我心生一丝愧疚。当年我用手段拆散了他们俩，那时我不觉得有什么。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我开始愧疚了。虽然我也深爱着妻子，可我的做法并不可取，应该尊重妻子的选择。第二天，我一个人去了趟李书阳的老家。经过一番打听，我得知李书阳的晚年生活很凄惨，他妻子早逝，没有儿女，一个人守着家里几亩地过日子。犹豫一番后，我做出了决定。几天后，我给儿子打电话，叫他过来，将实情告知。我要把儿子还给李书阳，让儿子给他养老送终。儿子很懂事，朝我跪下了，说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我儿子，不会扔下我不管。我听了很感动。几天后，儿子说已经把事情办妥了，他爹爹李书阳不愿意来城里住，儿子给了李书阳送去了米、油和猪肉，说以后会常去看望他。我听了很满意，点点头，心结打开，我心情很舒畅，终于可以安心养老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